大家好，我是小明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你有沒有在深夜走過那種老舊的大橋，或是一條長的看不見盡頭的隧道？當周圍安靜的只剩下你的腳步聲時，你是否曾感覺到牆壁裡有東西在注視着你？在現代鋼筋水泥的叢林裡，我們習慣相信一切都可以用科學解釋。但如果你挖得夠深，就會發現某些巨型建築的基石填埋的不只是混凝土，那是絕望的喘息，那是被永遠封印的生命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打深莊的黑暗歷史，一個關於活人獻祭、權力與永恆守護的血腥秘密。這種習俗雖然源於亞洲，但其實在全球各地都有類似傳說，像是歐洲中世紀的建築獻祭，妻子或工匠被埋進橋基或城堡牆內，來換取穩定與守護。這反映了人類共通的原始恐懼，對大自然的敬畏，以及為了集體利益不惜犧牲個體的殘酷邏輯。在古代技術極限的邊緣，人類對大自然的力量感到極度無力。橋梁被洪水沖垮，城牆無故坍塌。古人並不認為這是結構問題，而是地靈或河妖在發怒。為了平息這股超自然力量，他們提出了一個極端而殘酷的交換，用一個鮮活的靈魂換取一座建築的永恆穩定。受害者通常是無辜的兒童、社會邊緣的乞丐或絕望的囚犯，他們會被活生生埋進地基，封進莊柱。傳說中，這些犧牲者的靈魂會化作守護神，永遠在黑暗中支撐梁柱，抵禦邪氣。這裡的守護神就像建築的靈魂守護者，但更黑暗，更被束縛。這不只是枕邊鬼故事，民間常把這項禁忌歸咎於西元前500年左右的傳奇建築大師魯班。但傳說終究是傳說，真正讓人脊背發涼的是考古學家的鏟子挖出的東西。西元前1900年左右，與二里頭文化密切相關的鄭州東照遺址，考古學家就在古城牆地基下挖掘出令人心碎的證物。城牆夯土層中發現了嬰兒骨架，埋藏位置正好在牆體建造過程中，可以推斷先挖深坑放入嬰兒後，再繼續層層夯土壓實。專家推測這是當時的奠基生習俗，用幼童遺體作為祭品，祈求建築穩固，抵禦地靈作祟。類似現象在其他早期遺址也有零星發現，如四川高山古城的人參坑中，孩童骨骸扭曲變形，部分顯示生前可能被捆綁，但多數案例中骨骸姿勢相對自然，無明顯砍殺或焚燒痕跡，傾向是死後埋入，而非活生生砸進莊中。這些證據證明打深莊，或稱奠基人參，是真實存在的黑暗歷史。二里頭遺址是中國最早的都城遺跡，這種發現讓我們看到，早在青銅時代，人類就用獻祭來求取安定，用無辜幼小的生命向大地或河神交換建築的永恆穩定。從萬里長城下那些被封印的勞工靈魂，到南京明城牆傳說中蘸入人血的紅磚，在民間眼中，這些屹立千年的奇蹟，從來不是由泥土建成，而是由血肉澆灌而成。萬里長城是中國古代防禦工程的象徵，但建造過程中死了無數勞工。有些傳說稱他們的屍骨直接被用來填基，象徵永恆的犧牲。這種恐懼在整個亞洲都有共鳴，甚至延伸到歐洲和巴爾幹地區的類似民謠。例如保加利亞或希臘的橋梁傳說中，妻子被活埋在橋基下，以防止橋崩塌。這顯示人類在面對未知時，總會訴諸類似的黑暗儀式。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之一，發生在近代中國。1933年，廣州海珠橋由軍閥陳濟棠主導興建，當時珠江水域風雨平人，工程屢屢受阻。據傳，陳濟棠極度迷信風水，聽信方士建議，在搭橋墩樁基時，將一對童男童女灌醉後綁在樁上，活生生沉入江底，作為深樁鎮壓水汽，確保橋梁永不被洪水沖毀。有些版本甚至誇張到用了500個孩子，但主流說法是一對，男童鎮橋頭，女童鎮橋尾，他們的靈魂永世守護。這類故事反映了當時對自然災害的極端恐懼，以及人們相信河流有河妖作祟，必須用活人獻祭才能平息。風水是中國傳統的環境學，強調平衡陰陽，但有時會被扭曲成迷信行為。你相信這是真的嗎？1938年日軍炸毀海珠橋，1949年又炸一次。
2次炸毀，2次重建。珠江河水從未再因洪水毀敗橋梁。那對孩子的靈魂，究竟是在守護，還是在等待？台灣也有，在台北內湖大湖公園的清代土堤，據地方文史記載，新建正道土堤時，工程屢屢公塌，遲遲無法完工。有人建議以活靈祭，也就是活人身裝，祈求順利。於是主事者從艋舺乞丐寮購買一位體弱多病的老乞丐，先以珍饈美饌、錦衣玉食善待數日，讓他吃飽喝足，之後活埋獻祭於堤防中，工程奇蹟般順利完成。當地居民感念其犧牲，合祭建老公祠，奉祀這位無名老乞丐，視其為守護靈，與土地公一同庇佑水利設施。土地公是台灣民間信仰的土地神，這裡的老公祠就像是給犧牲者的紀念廟，將悲劇轉化為神聖。祠內只拜一塊無名石碑，沒有神像，超過200年屹立不搖。但這故事沒完，傳說老公祠裡的老乞丐在找老婆。大湖公園落水意外頻傳，多為年輕女性，甚至2017年連續4名女子輕生墜湖，讓居民毛骨悚然，懷疑是那個孤魂在召喚伴侶。台北的朋友，你走過大湖公園時，有沒有聽到水邊的低語？如果大家對這則故事感興趣，可以留言，我另外再做一個視頻講解。類似的故事散落在整個亞洲的每一個角落。香港何文田2006年，水務署工程地盤挖出7具兒童骨骸，官方解釋是舊亂葬崗，但民間堅持是開埠前打生樁的遺留。2戰前，香港許多建築都傳聞埋有兒童骨。甚至有家長用抓你去打生樁來嚇哭鬧的小孩。這句話本身就說明了這個習俗在民間曾有多真實，多令人膽寒。日本丸岡城天守閣，傳說將貧苦女子或工人活埋於地基，化作人柱守護城堡。日本的人柱概念與打生樁幾乎如出一轍，常見於城堡或橋梁傳說，強調犧牲者的靈魂永遠守護建物。這些建物多為軍事或民生要塞，打生樁的背後折射的是對施工意外的恐懼，對勞工命運的漠視，以及掌權者面對無法控制之事時極度的焦慮與無力感。這是一種極其殘酷的功利主義，犧牲一個人換取千萬人的平安。為什麼古人這麼殘忍？心理學上，這源於對自然無力感的集體投射。當科技無法掌控洪水或地震時，權力者轉嫁恐懼到弱勢者身上，集體主義壓倒個體價值，讓大局成為犧牲的借口。這種道德兩難，正是打生樁最令人不寒而栗之處。它讓我們反思，為了所謂的大局，這人類能犧牲到什麼程度？你以為這只存在於古代？即便是20世紀，這種傳聞依然在現代都市的縫隙中蔓延。每當工地發生離奇公安意外，總會有低語傳出，那是地基在要人頭。現代人雖改以撒雞血貼符咒來取代活人獻祭，但那份對未知的戰慄從未真正消失。這些都市傳說實則是現代文明的投射，映照出我們在急速城市化與權力漠視生命下的集體焦慮。即便棲身於摩天大樓的農蔭中，我們本質上仍是那個對未知心懷恐懼的原始人。如同西方傳說中蟄伏於舊橋或隧道下的幽魂，那份對不可知力量的戰慄，古今中外並無二致。如今這種血腥習俗早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祭拜、符咒、灑雞血等較溫和的儀式。但下次你走過那些巨大的建築，看着厚重的混凝土支柱時，不妨停下來想一想，這座城市的繁榮究竟建立在什麼樣的代價之上？在你看不到的石縫深處，是否真的藏着某個靈魂，已經在那裡守候數百年？你聽過自己居住的地方有類似的黑暗秘密嗎？像是台北大湖公園的落水傳說，或香港舊樓的兒童骨骸。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分享那些讓你起雞皮疙瘩的傳說。如果你喜歡這種深度挖掘世界陰影的內容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是小明，我們下次見。